親愛的朋友們，歡迎來到微光夜讀。我奶奶80大壽那天，表哥周德發當着全村人的面，指着我爸的鼻子罵他是窩囊廢。我爸站在那裡，臉漲得通紅，一句話都說不出來。我正要衝上去，身邊一直沉默的老公顧深卻先站了起來。他走到周德發面前，二話不說，一把掀翻了主桌，滿桌的碗碟稀里嘩啦碎了一地。周德發指着我們的背影破口大罵：“姓顧的，你給我等着，明天我讓你跪着爬回來道歉。”他不知道的是，第二天一早，他那個號稱投資2個億的度假村項目被夷為了平地，而我那個窩囊廢老公的真實身份也終於浮出了水面。接下來開始我們本期故事，記得點擊訂閱並開啟小鈴鐺。回老家的路上，我一直心神不寧，車窗外的風景從城市的高樓變成了鄉間的田野，我的心情卻越來越沉重。怎麼了？一路上都不說話。顧深一邊開車一邊問我，我靠在座椅上，嘆了口氣，沒什麼，就是不太想回去。顧深沒有追問，只是點了點頭。他就是這樣的性格，話不多，什麼事都悶在心裡。我們結婚2年了，我對他的了解其實很有限，只知道他是相親認識的，在省城一家公司上班，具體做什麼我也沒細問過。家裡條件還行，人老實可靠，對我也好。當初答應嫁給他，就是圖個踏實。我扭頭看了看他，普通的長相，普通的穿着，開着一輛普通的國產 CV。他說是公司配的代步車。這次回去是我奶奶80大壽，我那個表哥周德發操辦的。我開口解釋，顧深嗯了一聲：“你可能不知道，我們家在村裡一直不太受待見。”我斟酌着措辭，有些往事說出來都覺得丟人。我奶奶偏心，從小就向着大伯那邊。我爸是老二，在家裡就跟隱形人似的。我那個表哥周德發更過分，從小就欺負我，搶我東西，打我罵我。我爸媽連個屁都不敢放。說到這裡，我的聲音有些發苦。顧深依然沒有多說什麼，只是握着方向盤的手微微緊了緊。這次回去就是露個面，隨個禮，咱們待1天就走。我說行，聽你的。顧深平靜地回答。我看着窗外飛速後退的樹木，心裡莫名有些煩躁。有時候我真希望他能多說2句，哪怕是安慰我幾句也好。可他就是這麼個悶葫蘆，什麼都不說。車子開進村口的時候，已經是下午3點多了。熟悉的鄉間小路，熟悉的農田和房舍，卻讓我有種說不出的陌生感。我已經有2年沒回來了，上次回來還是結婚前，帶顧深來見我爸媽。那時候周德發不在，我們來去匆匆，倒也相安無事。就是前面那個院子裡有棵老槐樹的。我指着不遠處一棟老舊的瓦房說。顧深把車停在了門口，我下車看着眼前的房子，心裡五味雜陳。還是20多年前的老瓦房，牆皮斑駁，屋頂的瓦片上長滿了青苔，周圍的鄰居都蓋了2、3層的小樓，白牆藍瓦，氣派得很。只有我家還是老樣子，院門吱呀一聲開了，我媽探出頭來，看到是我，她的臉上頓時綻開了笑容。念念回來啦，快進來，快進來。我媽劉桂芳今年53歲，頭髮已經花白了一半，臉上的皺紋像是刀刻的一樣深。她穿着一件洗得發白的舊外套，圍着個打了補丁的圍裙。看到我和顧深，她趕緊在圍裙上擦了擦手，招呼我們進屋。小顧也來了，一路上累了吧？快坐，快坐。我媽手忙腳亂地倒水、搬凳子，臉上的笑容藏都藏不住。媽，我爸呢？我四下张望，
沒看到父親的身影。你爸去後院了，我叫他去。我媽說着就要往外走，我攔住了她。不用，我自己去。我穿過堂屋，走到後院，看到父親正蹲在菜地邊上發呆，他的背影佝偻着，比我記憶中又老了許多。爸，我輕聲叫了一句。父親周建國回過頭來，看到是我，臉上露出了笑容。他站起身，想朝我走過來。就在這時，我注意到他的腿有些不對勁，一瘸一拐的。爸，你腿怎麼了？我快步走過去扶住他。沒事沒事，不小心崴了一下。父親擺擺手，不想讓我擔心。我皺起眉頭，仔細看了看他的腿，崴一下能這麼嚴重？你老實告訴我，到底怎麼回事？父親沉默了，他的目光躲躲閃閃，不敢看我的眼睛。爸，我加重了語氣。半晌，父親才嘆了口氣，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。是前陣子被人推的。誰？我的聲音一下子尖了起來。父親還是不說話。這時候，我媽不知什麼時候也跟了過來，站在後院門口，欲言又止。媽，你告訴我，到底是誰？我媽和我爸對視了一眼，最後還是我媽開了口。是德發。我感覺腦子裡嗡的一聲。周德發，他為什麼推我爸？我媽的眼圈紅了。前陣子德發要擴建他那個農家樂，說要建停車場，就看上了咱家那塊菜地，他讓你爸把地讓給他，你爸不同意，兩個人就起了爭執。後來德發急了，推了你爸一把，你爸一個沒站穩，摔在了地上，腿就傷了。我氣得渾身發抖。他憑什麼？那塊地是我們家的，他有什麼資格強占？念念，你小聲點。我媽趕緊過來拉我的手。德發現在不一樣了，他在村裡承包了幾百亩地，搞農家樂，聽說還要跟省城來的大老闆合作建什麼度假村，投資好幾個億呢。縣裡的領導都來考察過，咱們惹不起他，惹不起。我冷笑一聲。他打我爸，我就忍着，他賠錢了。父親突然開口，聲音悶悶的：2000塊錢，2000塊錢，打傷我爸的腿，就值2000塊錢。我氣得眼眶都紅了。爸，你怎麼能答應？不答應又能怎麼樣？父親苦笑了一下。德發在村裡橫行霸道這麼多年，誰敢惹他？就算告到鄉裡去，人家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。你媽說的對，咱惹不起，忍忍就過去了。我站在那裡，攥緊了拳頭，指甲掐進肉裡都感覺不到疼。從小到大，我聽過太多次惹不起，忍忍就過去了這樣的話。可憑什麼？憑什麼我們家就要一直忍？憑什麼周德發想欺負誰就欺負誰？我深吸一口氣，轉身就要往外走。念念，你去哪兒？我媽慌了，一把拉住我。我去找周德發。不行，我媽死死拽着我的胳膊。你去了也沒用，還會惹一身麻煩。念念，聽媽的話，千萬別去。父親也勸我，明天就是你奶奶的壽宴，全村的人都在，你要是去鬧，那就是打你奶奶的臉。以後我們在村裡更沒法待了。我被他們拉扯着，心裡又氣又堵，眼淚在眼眶裡打轉。就在這時，一個低沉的聲音從身後傳來：念念，別衝動。我回頭看到顧深不知什麼時候也走到了後院，他站在那裡看着我們一家三口，臉上依然是那副波瀾不驚的表情。你聽到了？我問他。顧深點了點頭。那你說這事該怎麼辦？我帶着點賭氣的語氣問他。顧深沉默了幾秒，說：先進屋吧，明天再說。就這樣，他就這麼一句話。我盯着他，等他說點別的，可他什麼都沒說，只是走過來，輕輕拍了拍我的肩膀。那一刻，我說不上是什麼感覺，失望、無奈，
還是早就習慣了？算了，我嫁的就是這麼個悶葫蘆，指望他為我出頭，根本不可能。晚上，我媽張羅了一桌子菜，都是家裡自己種的蔬菜，還特意殺了一隻雞。小顧，多吃點，農村沒什麼好東西，就是圖個新鮮。我媽不停地給顧深夾菜，謝謝媽，很好吃。顧深禮貌地回應。我爸悶頭喝着酒，一聲不吭，整頓飯吃得沉悶，誰都沒什麼話說。吃完飯，我幫我媽收拾碗筷。顧深說要去外面透透氣，一個人走出了院子。我透過窗戶看着他的背影，心裡五味雜陳。小顧這孩子挺好的。我媽在旁邊輕聲說：“哪兒好了？遇到事一句話都不說。”我嘟囔着：“那是人家穩重。”我媽說：“有些男人話多得很，真遇到事了屁用沒有。”小顧不一樣，他心裡有數。我笑了笑，沒有反駁。心裡有數，我怎麼沒看出來？收拾完碗筷，已經快9點了。我走出院子，看到顧深站在門口的老槐樹下，不知道在想什麼。想什麼呢？我走過去問他。沒什麼，他說明天壽宴的事。我斟酌着措辭，你別跟周德發起衝突，那人睚眦必報，惹上了很麻煩。顧深看了我一眼，沒有說話。我知道你心裡可能不舒服，但我爸媽還要在這兒生活，我不想給他們添麻煩。我說我知道。顧深點了點頭，我鬆了口氣，只要他不惹事就行。我們回到屋裡，我媽已經鋪好了床，躺下之後，我翻來覆去睡不着，腦子裡全是白天的事情。我爸一瘸一拐的腿，周德發那張囂張的臉，不知道過了多久，我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時候，感覺身邊一動，我睜開眼睛，發現顧深已經起身了。怎麼了？我小聲問。睡不着，出去坐坐。他說。我沒有多想，又閉上了眼睛。等我再次醒來的時候，天已經蒙蒙亮了。顧深躺在我身邊，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回來的。壽宴設在周德發的農家樂裡，那是村東頭一片很大的建築群，佔地足有10幾畝，裡面亭台樓閣、假山池塘，裝修得富麗堂皇。聽說光是建這些東西，周德發就花了上千萬。我們到的時候，門口已經停滿了車，人來人往，好不熱鬧。我爸媽穿着他們最好的衣服，我媽還特意塗了口紅，看得出是用了新的。可走進去之後，我就明白了什麼叫區別對待。接待的人看了我爸一眼，皮笑肉不笑地說：“哦，是建國叔啊，你們那桌在最裡面，靠着廚房門口。”我們被領到了大廳最角落的位置，緊挨着廚房的後門。上菜的人進進出出，油煙味嗆得人直咳嗽。桌上的菜也明顯比別的桌少，連瓶像樣的酒都沒有。我環顧四周，發現別的桌上都是茅台、五糧液，我們這桌卻只有一瓶幾十塊錢的本地白酒，這也太欺負人了。我小聲說。我媽扯了扯我的衣袖，別說了，坐吧。我爸已經在位置上坐下了，低着頭，一言不發。顧深在我旁邊坐下，依然是那副淡淡的表情，看不出喜怒。我深吸一口氣，告訴自己忍忍就好，吃完飯就走。這時候，大廳裡突然響起了一陣喧嘩聲。德發哥來了，德發哥今天真精神。我循聲望去，看到周德發正被一群人簇擁着走進大廳。他今天穿着一身名牌西裝，手腕上戴着一塊金光閃閃的大金表，油頭粉面，滿臉紅光。跟在他身後的還有幾個穿西裝的陌生人，看着像是外地來的。那是省城來的大老闆，說是要跟德發合作建度假村的。旁邊有人小聲議論，聽說投資2個億呢。德發真是有本事，以後咱們村要發達了。
周德發顯然很享受這種被追捧的感覺，臉上的笑容快要咧到耳根子了。他滿場敬酒，跟每一桌的人都寒暄幾句，氣派得很。唯獨路過我們這桌的時候，他連正眼都沒看一下，直接走了過去。我攥緊了拳頭，心裡的火往上竄，念念。顧深輕聲叫了我一聲，我深吸一口氣，把那股火壓了下去。忍，就忍這一次。壽宴正式開始後，周德發站到了主席台上，他身後坐着我奶奶。老太太今天穿着一身大紅色的壽袍，精神矍鑠，笑得合不攏嘴。各位叔叔伯伯、兄弟姐妹們，今天是我奶奶80大壽，感謝大家百忙之中來捧場。周德發端着話筒，意氣風發地說着開場白。我奶奶這輩子辛苦了一輩子，把我們幾個孫輩拉扯大，現在終於可以享福了。我德發在這兒給大家透個底，今年咱們村要大變樣了，省城來的老板要跟我合作建一個度假村，投資2個億，以後咱們老周家就是村裡的首富。全場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和叫好聲。我奶奶在台上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條縫，不停地點頭。好好好，我們德發有出息。看着這一幕，我心裡說不出是什麼滋味。這就是我們老周家，有錢的是親人，沒錢的連個正眼都不配有。開場白說完之後，就是各家代表上去給老太太敬酒送禮。周德發最先上去，送了一套金器首飾，說是從省城專門定制的，足金999，價值好幾萬。我奶奶接過去，愛不釋手，連聲說好。大伯家的幾個孩子也都送了不少好東西，金鐲子、玉佩、高檔保健品。我奶奶每收一份禮，臉上的笑容就多一分。輪到我爸了，他慢慢站起來，從口袋裡掏出一個紅布包。我看到他的手在微微發抖。媽，這是我和桂芳給您買的，祝您福如東海，壽比南山。我爸把紅布包遞上去，打開之後，裡面是一對銀鐲子，做工還算精細，但跟前面那些金光閃閃的東西比起來，確實寒酸得多。我媽告訴過我，這對鐲子是他們攢了大半年才買的，花了1000多塊錢。對於他們來說，這已經是盡了最大的心意了。可是我奶奶的臉色，在看到那對銀鐲子的瞬間，明顯淡了下去。她接過去，看都沒仔細看，就隨手放到了一邊。知道了，你坐吧。就這麼一句話，打發了。我爸愣在那裡，臉上的笑容僵住了。他張了張嘴，想說點什麼，最後還是什麼都沒說出來，默默地走回了座位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裡像是被什麼東西堵住了，又酸又澀。就在這時，周德發端着酒杯走了過來，他的臉上帶着那種讓人作嘔的得意笑容，一步一步朝我們這桌走來。喲，二叔，您這禮物夠寒碜的啊！他站在我爸面前，陰陽怪氣地說。全場的目光都聚集了過來。我爸抬起頭，看着周德發，嘴唇動了動，沒有說話。現在銀鐲子都不值錢了，您這是從地攤上淘的吧？周德發的聲音不大不小，剛好讓周圍的人都能聽見。有人發出了哄笑聲。我爸的臉漲得通紅，攥緊了拳頭。德發，我們盡力了。我媽小聲說。二嬸，我知道你們盡力了。周德發打斷了他。問題是，你們這點能耐，拿得出手嗎？他轉向我爸，語氣越來越刻薄。二叔啊，你這輩子就是太窩囊了。要不是我當年施捨給你幾畝地種，你們全家喝西北風去吧。施捨？那塊地明明是我爺爺留下來的，被大伯一家霸佔了大半，只給我爸留了最差的那幾畝。哦，对了，那塊菜地的事你就別惦記了。周德發繼續說。
我賠了你2000塊錢，夠意思了吧？全場哄笑。我爸坐在那裡，渾身發抖，臉色鐵青。他想站起來反駁，但嘴唇哆嗦着，一個字都說不出來。德發，你二叔好歹是長輩。我媽終於忍不住了，聲音裡帶着懇求。長輩？周德發冷笑一聲，長輩就這點本事？他環顧四周，聲音越來越大。你們家這些年有什麼出息？養出來的女兒嫁了個窮打工的，開個破車回村，還好意思坐這兒吃席？他的手指指向了我，又指向了顧深。你那女婿一看就是個窩囊廢，跟二叔一個德行。那一刻，我的大腦一片空白。窩囊廢？他竟然當着全村人的面叫我老公窩囊廢！我猛地站了起來。周德發，你嘴巴放乾淨點，怎麼戳到你痛處了？周德發嗤笑一聲，念念，表哥說的是實話，你別不愛聽。你嫁的這個男人有錢嗎？有本事嗎？他能給你什麼？我氣得渾身發抖，正要開口反駁，就在這時，身邊響起了一陣椅子挪動的聲音。顧深站了起來，整個大廳突然安靜了一瞬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這個從頭到尾一言不發的男人。顧深走到周德發面前，聲音不大，但每一個字都清清楚楚。你剛才說什麼？再說一遍。周德發愣了一下，顯然沒想到這個窩囊廢會站出來，但他很快就恢復了囂張的態度。畢竟這是他的地盤，周圍都是他的人，說就說。周德發硬着脖子，你們一家都是。話沒說完，顧深突然上前一步，他一把掀翻了周德發身後的主桌，那是今天壽宴的主桌，上面擺滿了山珍海味、高檔酒水，碗碟杯盞稀里嘩啦砸了一地，菜湯酒水濺得到處都是，全場譁然。周德發被嚇得後退了2步，差點摔倒。你他媽敢動手！他尖聲叫道。顧深面無表情地看着他。我動手？我還沒動手。他的語氣很平靜，但不知道為什麼，我從那平靜裡聽出了一種讓人脊背發涼的意味。那一刻的顧深跟我認識的那個悶葫蘆老公完全不一樣。他轉過身看着我，聲音平淡，走，帶爸媽離開。我愣了2秒，然後快步走到我爸媽身邊，扶起他們。念念，我媽有些慌張。媽，走，我說。我攙着我爸，我媽跟在後面，顧深走在最後，護着我們往外走。身後，周德發的聲音歇斯底里地響起：姓顧的，你他媽給我等着！你知道我什麼身份嗎？你知道我認識什麼人嗎？明天我讓你跪着爬回來給我道歉。顧深頭都沒回。回到家，氣氛凝重到了極點。我爸一進門就癱坐在椅子上，臉色灰白，一根接一根的抽煙。我媽坐在角落裡，低聲抽泣。我站在屋子中間，心裡又氣又怕。氣的是周德發那張嘴，怕的是接下來會發生什麼。這下全完了。我爸聲音沙啞地說：周德發那人心眼小，睚眦必報，他不會放過我們的，早知道就不回來了。我媽抹着眼淚，丟人丟到家了。我深吸一口氣，轉向顧深：你掀桌子的時候怎麼不想想後果？現在怎麼辦？我知道我不該怪他，他是為了給我們出頭，可是出完頭之後呢？周德發真的報復起來，我爸媽怎麼辦？顧深看着我，說了一句：沒事，我來處理。你怎麼處理？我急了，聲音不自覺地提高了。你拿什麼處理？周德發在村裡橫行霸道這麼多年，連鄉裡的領導都要給他面子，你一個打工的能怎麼樣？顧深沒有回答，他轉身走到院子裡，站在那裡不知道在看什麼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裡五味雜陳。這個男人我真的看不懂。傍晚時分，
院子外面突然響起了一陣喧嘩聲，姓顧的，給老子滾出來！是周德發的聲音，我心裡咯噔一下，跑到窗戶邊往外看。周德發帶着5、6個人站在院子門口，個個兇神惡煞的。今天當着那麼多人的面讓我丟臉，你他媽以為這事就這麼算了？他指着我家的大門破口大罵，聲音大的整條街都能聽見。建國叔，你出來！你養的好女兒，找的好女婿，明天之前你們一家不給我磕頭道歉，我讓你們在這村裡待不下去。我爸的臉白了，他想出去，我去跟他說說，服個軟，說不定就算了。爸，不用。顧深攔住了他，你別添亂了。我衝顧深吼道，你知不知道周德發是什麼人？他要真鐵了心整我們家，我爸媽根本沒法活。顧深看着我，眼神很平靜。我說了，我來處理。你處理？你怎麼處理？我的眼淚終於忍不住掉了下來。你就知道說這一句話。顧深沒有再說什麼，他走到窗戶邊，掀開窗簾的一角，看着外面鬧事的周德發，臉上依然看不出什麼表情。外面的叫罵持續了足足半個多小時。周德發罵累了，臨走撂下一句狠話：明天等着瞧。然後帶着人揚長而去。我媽一直在哭，我爸坐在角落裡，臉色灰敗，像是一下子老了10歲。我癱坐在椅子上，心裡充滿了絕望。顧深依然站在窗邊，一言不發。那一刻，我真的覺得我們這一家完了。那一夜，沒有人睡得着。我躺在床上，翻來覆去，腦子裡全是亂七八糟的事情。周德發會怎麼報復我們？把我爸媽趕出村子，還是動手打人？他什麼事都幹得出來。凌晨3、4點的時候，我實在睡不着，坐起來發現身邊是空的，顧深不在。我披了件衣服，走到院子裡，看到他站在老槐樹下。你也睡不着？我走過去問他，你到底要怎麼處理？我實在忍不住了，能不能跟我說實話？顧深沉默了一會兒，說，我打了幾個電話。打電話有什麼用？你明天就知道了。我盯着他的臉，試圖從他的表情裡看出點什麼，可他的臉在月光下平靜得像一潭死水，什麼都看不出來。顧深，我忍不住說，我們結婚2年了，我到現在都不了解你，你到底是什麼樣的人？你平時在公司到底是做什麼的？遇到這種事，你怎麼能這麼淡定？顧深看着我，嘴角微微動了一下，像是想笑，但又沒笑出來。明天你就知道了。又是這句話，我心裡又是氣惱，又是無奈，轉身回了屋，隨便他吧，反正也不可能更糟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是被一陣巨大的轟鳴聲吵醒的，那聲音震耳欲聾，像是有很多大型機械在同時運轉。我猛地從床上坐起來，跑到窗邊往外看，天剛蒙蒙亮，村口方向塵土飛揚，隱約能看到很多車輛和人影。我爸媽也被吵醒了，跑出來問怎麼回事，好像是德發的農家樂那邊。我媽說，我心裡咯噔一下，顧深已經站在院子裡了。他看了我一眼，說，去看看吧。我們4個人快步往村口走去，一路上村裡的人都往那邊跑，議論紛紛，出什麼事了？好像是德發的農家樂，有執法車來了。不會吧？那可是2個億的大項目啊！到了現場，我整個人都愣住了。周德發的農家樂門口停着10幾輛車，其中有好幾輛執法車輛，還有5、6台大型挖掘機。穿制服的工作人員正在拉警戒線，而那些挖掘機已經開始作業了。周德發那幾棟裝修豪華的農家樂建築正在被一點點推倒，磚瓦碎裂的聲音
鋼筋折斷的聲音混雜在挖掘機的轟鳴聲裡。我站在人群裡，看得目瞪口呆。這是怎麼回事？我聽到自己的聲音有些發顫。就在這時，一陣凄厲的叫喊聲響了起來：“你們不能拆！你們不能拆！”周德發從裡面衝了出來，披頭散髮，臉色鐵青，像瘋了一樣撲向那些執法人員。我有手續，我有關係，你們不能拆我的房子。一個領頭的執法人員面無表情地拿出一份文件，遞到他面前。周德發，這片地屬於基本農田保護區，你的建設手續涉嫌偽造，項目審批存在嚴重違規，省裡已經立案調查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周德發的聲音都變了調。我找的是省裡的大老板，我們簽過合同的，2個億的投資，你們不能這樣對我。你說的那個合作方，今天早上已經正式發函解除合作了。執法人員冷冷地說，他們表示你涉嫌欺詐，正在考慮起訴你。周德發像是被抽去了全身的力氣，撲通一聲跪倒在地上。他掏出手機，瘋狂地打電話，1個、2個、3個，沒有一個人接。不可能，怎麼會這樣？不可能的！他跪在地上，喃喃自語，臉上的表情從憤怒變成驚恐，從驚恐變成絕望。周圍的村民們圍成一圈，看着這一切，議論紛紛。周德發這是遭報應了啊，活該！平時那麼囂張，欺負了多少人？聽說他那些地都是強占的，手續也是偽造的，早就該查了。我站在人群裡，心情複雜的難以形容，震驚、解氣，還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疑惑。這也太巧了吧！昨天晚上周德發還在我家門口叫囂，今天早上他的農家樂就被拆了。我下意識地轉頭看向身邊的顧深，他站在那裡，臉上依然是那副淡淡的表情，仿佛眼前發生的一切都跟他沒有任何關係。就在這時，周德發突然抬起頭，他的目光穿過人群，直直地鎖定在了顧深身上。是你！他像瘋了一樣從地上爬起來，朝我們撲過來。是你搞的鬼！一定是你！2個執法人員衝上來攔住了他，他被死死按住，但嘴裡還在歇斯底里的吼叫：“姓顧的，你這個窮打工的，你憑什麼害我？你憑什麼？”顧深看着他，沒有說話。你到底是什麼人？周德發的眼睛都紅了。你憑什麼？顧深依然沒有回答，他只是靜靜地看着周德發，像是在看一個跳梁小丑。我站在他身邊，心跳越來越快。顧深，他到底是誰？就在這時，一輛黑色的轿車緩緩駛來，停在了路邊。車門打開，一個穿西裝的中年男人快步走了下來。他徑直穿過人群，走到顧深面前，微微彎腰，恭恭敬敬地說：“顧總，省裡的孫局讓我來問一聲，這邊的事處理得怎麼樣了？還有什麼需要交代的？”顧總，他叫他顧總。那一刻，整個世界仿佛都靜止了。我愣在原地，大腦一片空白。周圍的村民們也都愣住了，面面相覷。周德發更是徹底傻了眼，嘴巴大張着，說不出一個字來。顧深，我那個窩囊廢老公，我那個窮打工的丈夫，被人畢恭畢敬地叫顧總。我機械地轉過頭，看向顧深，他的表情還是那麼平淡，仿佛什麼都沒發生一樣。該查的查，該拆的拆，依法辦事就行。他對那個中年男人說：“不用特殊關照。”明白，您放心。那人點了點頭，又恭敬地退到一邊。周德發癱坐在地上，渾身像筛糠一樣顫抖着。他看着顧深，嘴唇哆嗦着，終於擠出一句話：“你到底是什麼人？”顧深低頭看了他一眼，
淡淡的說：“一個打工的。”然後他轉過身對我說：“走吧，回家。”他拉起我的手往回走去，我跌跌撞撞地跟着他，腦子裡嗡嗡作響，一片混亂。身後傳來周德發撕心裂肺的哀嚎。那個曾經不可一世的村霸，那個號稱要搞2個億投資的大老闆，此刻像一條喪家之犬一樣癱倒在自己的廢墟前。回到家，我爸媽也跟着回來了，他們的臉上全是震驚，顯然還沒從剛才的事情裡緩過神來。小顧，你……我爸嘴唇哆嗦着，想說什麼又不知道該怎麼說。顧深扶他坐下，爸，沒事了，您放心。我站在一邊看着顧深，胸口像是堵着一團東西，上不去也下不來。你到底是誰？我終於開口問，聲音都在發抖。顧深看着我，表情還是那麼平靜。我跟你說過，我在公司上班。什麼公司？建築集團。你是老闆？我追問。顧深想了想，說：算是吧。我感覺腦子裡嗡的一聲。這2年來，我一直以為他只是一個普通的公司職員，他開普通的車，穿普通的衣服，從來不顯山不露水。我從來沒想過他會是……我們結婚2年，你為什麼不告訴我？我盯着他的眼睛問。顧深沉默了幾秒，說：你從來沒問過。我愣住了。是啊，我從來沒問過。我以為他是相親認識的普通人，家裡條件還行，人老實可靠，就嫁了。我從來沒有深究過他的工作、他的家庭、他的背景。我一直以為我了解他，其實我什麼都不了解，而且這些不重要。顧深又說：我娶你不是因為這些，你嫁我也不是因為這些。我張了張嘴，不知道該說什麼。一旁的我媽突然哇的一聲哭了出來，不是傷心，是激動。小顧，好孩子。她抓着顧深的手，泣不成聲。謝謝你，謝謝你。我爸也紅了眼眶。他站起來，走到顧深面前，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。好孩子，就這麼3個字。我爸的聲音已經啞了。我站在那裡，看着這一幕，眼淚終於忍不住掉了下來。消息很快就傳遍了整個村子，周德發的農家樂被拆了，他那個號稱投資2個億的度假村項目徹底黃了。更要命的是，他這些年強占土地、偽造手續、欺壓鄉鄰的事全部被翻了出來。據說省裡已經立案調查了，他那些關係一個都靠不住，全都跟躲瘟神一樣躲着他。那些平時被他欺負的人紛紛站出來舉報，曾經不可一世的村霸一夜之間成了過街老鼠。大伯一家灰溜溜的，再也不敢在村裡囂張。我奶奶聽說了這件事之後，據說氣得在床上躺了3天，但也沒人去看她，偏心了一輩子，到頭來最得意的大孫子落了個這樣的下場，也不知道他心裡是什麼滋味。而我們家的門檻差點被村裡人踏破了。建國啊，你女婿是省城的大老闆啊，怎麼之前都不說？念念真是有福气，嫁了这麼好的人。周德發也是活該，那種人早該有人治治他了。我爸應付着這些人，臉上的笑容藏都藏不住。我看着他，心裡又酸又暖。這麼多年了，他終於可以在人前挺起胸膛了。走之前，顧深讓人把我爸那塊被周德發強占的菜地清理好，還了回來。還有那些年周德發欠我家的東西，能還的都還了。我爸站在菜地邊上，看了很久很久，最後他回過頭，看着我和顧深，聲音有些沙啞：這輩子總算直起腰來了。我媽在一旁抹眼淚，但臉上是笑着的。念念，你是個有福氣的孩子。她拉着我的手說：小顧是個好人，你要好好跟他過。我點點頭，看向站在不遠處的顧深，
陽光落在他身上，他還是那副不言不語的樣子，普普通通，看不出任何特別。但我知道，他跟我以前認識的那個人已經不一樣了，或者說，他從來都是這樣的人，只是我一直沒有看到而已。臨走的時候，我上了車，猶豫了一下，還是問出了那個問題：你一直知道周德發有問題，為什麼昨天不直接說你是誰？說了不就沒那些事了？顧深發動車子，沒有馬上回答。車子緩緩駛出村口的時候，他才開口，說了有什麼用？你爸媽這麼多年受的氣，不是我亮個身份就能找回來的。我愣了一下，是啊，這麼多年的屈辱，不是一句話就能抹平的。周德發需要的是一個教訓，一個讓他刻骨銘心的教訓。那你為什麼今天又……我沒有說完，顧深看了我一眼，聲音平淡，但每一個字都清清楚楚。他不該罵你爸媽，更不該當着你的面罵。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。他不是為了逞能，不是為了出風頭，他只是不允許任何人欺負他的家人。我轉過頭，看着窗外飛速後退的田野和村莊，眼眶有些發熱。嫁給他2年，我一直覺得他是個悶葫蘆，什麼都不說，什麼都不做。原來不是他不會說，是他把所有的話都藏在了心裡。原來不是他不會做，是他一直在等一個值得出手的時機。這個男人，我好像重新認識了一遍。顧深，我輕聲叫他。回去之後，你能不能跟我好好說說，你到底是做什麼的？顧深笑了一下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笑得這麼明顯。行，回去說。車子駛上了高速公路，越開越快。後視鏡裡，那個讓我壓抑了20多年的小村莊，越來越遠，越來越小，最後徹底消失不見。我靠在座椅上，忍不住也笑了。不管怎麼樣，一切都過去了，以後的日子應該會越來越好吧。感謝大家的觀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嗎？歡迎大家在下方評論區吐槽。如果你喜歡這類故事，記得點擊訂閱微光夜讀，並分享給更多的人，這會對我幫助很大。再次感謝大家的觀看。